忧虑夜影现荒郊，残容失目苦难熬。公路独行钟情见，酒烟相伴笑谈宵。大家好，在下奇闻居士。他有着奇异的绿色皮肤，却又缺失了正常的五官。他在深夜的公路边徘徊，被传言为幽灵、恶魔或者某个被诅咒的受害者。人们叫他绿人，也称他无脸查理。在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夜晚，关于他的传说如同鬼魅般流传了近1个世纪。有人说他会出现在废弃的隧道里，用嘶哑的声音警告过路的人。有人说他喜欢在深夜搭乘陌生人的车，然后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你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一个鬼故事，但事实上这个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于痛苦、孤独和人性的复杂故事。请跟随我一起走进绿人的迷雾，揭开他背后的真实面纱。在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夜晚，存在一个幽灵般的男人，不是那种飘忽不定、虚无缥缈的鬼魂，而是一个真真切切行走在公路上的身影。他没有五官，没有鼻子，没有眼睛，只有一片模糊的绿色的肌肤，仿佛是黑暗中悠悠燃烧的灵火。这个怪异的身影被人们称为绿人或无脸查理。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盘踞在当地人的心头。或许你会在深夜的乡村公路上看到他的身影，昏黄的路灯无法穿透他周身散发出的诡异气息。也许你会在废弃的隧道里听到他沉重的脚步声，或者当你途经某个特定路段时，你会下意识地按响喇叭3声，只因一个古老的传说。关于他的故事在匹兹堡、科佩尔、新城堡、杨斯敦等地区流传开来。人们说他是个迷路的鬼魂，是被闪电击中的受害者，或者是被酸液毁容的工厂工人。他出没在废弃的工厂、偏僻的公路、幽深的隧道，似乎永远在寻找着什么。当地的孩子们在父母的火炉旁听着关于他的传说长大，胆大的年轻人则会带着好奇和恐惧，在周末夜晚驾车前往那些据称是他出没的地点，只为一睹这个怪物的真容。有人说他的皮肤会散发出绿色的光芒，如同夜幕下的一盏鬼火，让人不寒而栗。但也有人说他只是一个孤独的灵魂，在黑暗中默默行走，寻找慰藉。各种各样的说法让这个传说更加扑朔迷离，就像一个无底的黑洞，吸引着人们不断的探索，不断的猜测。而这一切的源头要从1919年的夏天说起。所有传说都离不开真实的土壤，而无脸查理的传说也不例外。他的真实身份并非什么妖魔鬼怪，而是一个名叫雷蒙德·罗宾逊的男孩。这个名字或许你从未听说过，但他的故事却足以让人唏嘘感叹。1919年的夏天，年仅8岁的雷蒙德和他的姐姐还有几个朋友在新卡斯尔玩耍。他们在一座废弃的电车桥附近发现了一个鸟巢，好奇心驱使着雷蒙德爬上了桥梁，想要近距离观察。然而就在那一瞬间，他触碰到了一条仍然带电的电线，无法想象的电流瞬间贯穿了他的身体。他的脸被烧得面目全非，眼睛、鼻子、耳朵都被电击摧毁，一只胳膊也被烧毁。医生们认为他活不了多久，但雷蒙德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然而这场意外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失去了眼睛，只能永远活在黑暗中。他的鼻子被烧毁，脸部留下了可怕的疤痕，失去了正常的容貌。他的世界从此变得黑暗和孤独。尽管身体遭受了如此巨大的创伤，雷蒙德仍然在努力地活着。他的家人在位于科佩尔的家中为他安排了一个房间，并且尽量让他过上正常的生活。他学会了盲文，还学习制作皮革钱包和门店。他痴迷于棒球，只要能收到信号，他就会收听每一场比赛的广播。但这一切
都无法填补他内心的孤独和渴望。直到有一天，他开始在夜晚独自出门散步。当生活变得无法忍受时，人们会做些什么？雷蒙德选择了在夜晚散步。他拄着拐杖，一只脚踩在路肩，另一只脚踩在砾石路面，以此来辨别方向。他行走在寂静的黑夜里，只有零星的灯光照亮他的身影。很快，他便被当地的青少年所发现。起初，人们出于好奇和恐惧，驱车前往他经常出现的351号公路，希望能一睹绿人的真容。他们会带上啤酒和香烟作为见面的礼物。雷蒙德似乎并不排斥这些深夜的相遇，他喜欢喝酒，喜欢抽烟，也喜欢和人聊天。许多人回忆说，雷蒙德非常健谈，对棒球比赛的统计数据了如指掌。他还会给那些愿意倾听他的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对于那些真正了解他的人来说，雷蒙德并非什么怪物，而是一个善良、孤独、渴望被理解的人。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抱有善意，有些人会捉弄他，强迫他喝酒，甚至殴打他，把他丢在荒郊野外。尽管如此，雷蒙德仍然坚持着他的夜间散步，而绿人或无脸查理的传说也随着他的每一次出现而变得更加丰富和神秘。有人说他曾在隧道里出没，有人说他曾在废弃的工厂里游荡，还有人说他会在夜间搭乘陌生人的车。每一个版本都为这个传说增添了一分诡异色彩，但他们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起点：雷蒙德·罗宾逊。如同所有美好的故事一样，雷蒙德的旅程也走到了尽头。1985年，在遭受电击近66年后，雷蒙德在一家养老院去世，享年74岁。他被安葬在比弗县的格兰维尤公墓，距离他发生事故的那座桥不远。他的墓碑上只有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没有关于绿人或无脸查理的任何字眼。尽管如此，他的传说依然在当地流传。曾经年轻的男孩子们，如今已是步入暮年的老者，他们回忆起曾经在夜晚的公路上与雷蒙德相遇的时光，依然会潸然泪下。他们后悔曾经的恐惧，忏悔曾经的不敬，感慨雷蒙德的善良和坚强。他们也承认，雷蒙德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让他们学会了不要以外貌来评判一个人。那些曾经在路边寻找绿人的青少年，如今也已为人父母，他们依然会给自己的孩子讲述关于雷蒙德的故事，但他们会告诉自己的孩子，雷蒙德不是怪物，他只是一个不幸的受害者，一个善良的人，一个用自己的人生教会了人们许多道理的老师。